宝宝都已经这么大了，他之前都从来没怎么管过孩子。我觉得我不在乎他没有车，没有房子，也没有存款，我希望他能对我跟宝宝好。可是我发现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他对我不好，对宝宝也不够尽心。我觉得我不知道这样子坚持下去能坚持多久，我也不知道这样过下去还有什么意义。既不爱我也不关心宝宝，这样的日子还能过下去吗？来，掌声请出这一对夫妻，掌声有请。男嘉宾黎先生31岁，来自广东，产品经理；女嘉宾曾女士26岁，来自湖南，全职宝妈。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结婚多久啊？结婚1年多了。觉得他对你不好是吗？对孩子也不关心是吧？对，就是没怎么尽责任。所以今天要来干嘛呢？就是我觉得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他还是这样不改的话，我觉得我就跟他过不下去了。咱从哪儿开始说说这过不下去的心结呢？主持人是这样子的，他欺骗我。对。他怎么欺骗您的呢？我们不是见家长的时候嘛，然后我跟我爸妈有说过，他不是有那个欠债嘛，然后我爸妈就问他欠了多少，他就说欠了4、5万，然后我在问他的时候呢，他又说欠了6、7万。最后结婚之后，然后他就告诉我，就是欠了21万。对，这个问题我是承认确实是存在的哈，因为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就是我老婆她事后也讲了，就是如果她事先知道了这个婚，估计也结不成了。就是刚开始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就没有实话实说哈。所以说这就是欺骗嘛，是吧？除了这个欺骗，还有别的欺骗吗？他不但这样，他还出尔反尔。就是我们结婚嘛，我跟他说过，我说婚后的话呢，就是工资归我管嘛，因为我那时候不是因为身体原因嘛，体质很差，怀孕就不能工作嘛，然后我就跟他说好了，然后他就答应的。可是婚后的话，他不是这样子的，他那工资也不按时交给我，然后我经常就是没有钱，你知道吗？就是身上都没有钱，我要买菜呀，我突然发现我身上就没有1分钱，然后有时候他就说他要还债。然后还债，就是我知道他就还债，但我不知道具体那个钱去哪里了，就是不经过我的手。他还完债之后，有时候给我几百块钱，剩下几百块钱还给我。会急着跑回去啊？我请了个假，然后就赶紧就过去了，然后就坐车过去。我记得很清楚，是12点40他才到的。您是几点钟去的医院呢？我是9点多钟就到医院了。哇，需要3个多小时啊？不是9点多他出门，有可能去到医院，从家里去医院又要一段时间嘛。不是，那就给你打电话了吗？你就应该赶过来了吗？那时候还没有，就还不确认情况。那时候，因为我也不知道真的是破了羊水还是怎么着，还是只是一个肚子痛。然后就算这事儿没经验，赶过去的。后来怎么样啊？后来我好不容易很辛苦把孩子生下来嘛，我就想让他跟我说句辛苦了呀，理解一下我。所以我想他后来事后我跟他说的时候，他就跟我强调说，他说我也在那等了很久呀。他这个说的话，那个他的那个语气我就很委屈。他希望他安慰他。男生说我陪产也很辛苦，没有安慰，是这意思吧？这个意思他没表述清楚是这样子。就是事后他一直都说嘛，他就说哎呀，我生那个孩子很不容易这样子。他说第一次我也很理解，但是每一次吵架他都这样说。那某1、2次我也控制不住我自己的态度，我就说那我从头到尾这个过程我也陪在。那好，那我让你去体验一下那个生孩子的痛，你为什么那个说我真的是无聊的事呢？他一直都说就是就男人也能去那个体验一下生孩子那个痛那个叫什么我忘记了，反正说有个什么机器的，然后我就说我干嘛要去体验那个东西，然后就好像说我不去体验就是不是关心，我去体验了就是关心那样子。然后行，我明白啊，就是这件事说出来都要带有一些情绪了我还是想了解事实，就是产后他对你照顾的好不好？不好。就是他要上班嘛，他就直接告诉我，他说我下半夜是起不来的，我有时候一直做到天亮哄孩子，然后一个晚上要起来3次4，他去上班了，我还在那里坐着，就是喂奶或者哄孩子，他就直接告诉我下半夜起不来，上半夜也不管。对宝宝怎么样啊？对宝宝也不够尽责任。就有一次我不是跟他回老家过年，带宝宝嘛，那宝宝也小嘛他就发高烧，然后又来又吐，就说肠炎嘛。然后从医院回来之后呢，
宝宝不是哭得很厉害嘛，他喂药的时候他就不耐烦，他就一口药一口米糊喂他，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样不行，然后他就你什么都是对的，他说我觉得这样也是对的呀，然后我再多说他2遍，他就发脾气，他就撂挑子不干了，然后他就不管孩子了。啊，是吗？这个是有了，因为什么？因为每一次都是的，就是做什么事情他都觉得他的方法是对的，然后我的方法就是不对的啊。除了刚刚那个事，其实还有好多，比如说泡过米糊一样的，他说他那个手势就是对的，然后我那个手势就是不对，他就一直会往下念，然后他说你这样子不行啊，这个米糊会稀啊，会怎么样的？有时候我就肯定也控制不住自己，然后就会生气啊。我觉得他对我不好我可以忍，但他对宝宝不好我就不能忍。就是他很少给宝宝喂饭、洗衣服，然后他看孩子就真的只是看着孩子，孩子饿了他也不会说搞点吃的给他吃，然后他从来不哄睡。家庭的其他方面呢？其他方面，然后家务他不做，他就是挣钱，在他认为就是赚钱就是他首要任务。就这么多委屈吗？然后就是答应的事情。还有委屈吗？有。说。他就是不会处理我跟我婆婆之间关系，他不但不帮我，他还给我添矛盾。就比如说，整个运气都是我给他洗衣服做饭，对吧？然后我婆婆是广东人嘛，就比较传统这样子，然后他就不允许老公给老婆洗衣服的。我洗好衣服让他晾一下，我那时候真的很累了，让他晾一下晚上了，然后我婆婆看到了，她说一直以来都是你洗衣服呀，她就不吭声。然后还有就是，我煮一个虾嘛。然后我婆婆不是不吃辣的嘛，我是湖南的，我吃辣的，我就做了2份，对不对？她就跟我说，她说，一个虾搞那么多样，就这样子说话，就完全不体会我的那种用心。好，听明白了。她说你这么多你有委屈吗？还是说她抱怨的都是对的？其实我心里面就我是这样觉得的哈，就是她说的那些的话，我觉得就是都会存在，但是不至于这么严重，因为很多事情的话，我觉得都不是什么大事情，基本上2、3句话之间就可以解决了。但是每一次这种小事情，反正后面就很激烈，你知道吗？然后我觉得，就人无完人嘛，就很多事情之间都是要一个包容跟理解啊。我问一下你们俩谈恋爱谈了多久？半年多。怎么那么着急就结婚呢？因为我当时觉得他对我挺好的，然后我觉得他也挺上进的，可是婚后我觉得他对我不好。结婚以后就完全不好？现在后悔吗？现在有点。其实我是看着宝宝的那个面上，我就觉得要是能忍，我就能不下去忍不下去了。我只说我自己的感受。一开始听的时候是特别的气愤，特别气愤，怎么可以这么做？你越听，就是当越走进他们生活的那种碎小的事实的时候，你发现这里面情绪部分的东西就多于事实部分的东西了。我说的意思你能理解吗？就是你不应该隐瞒你的未婚妻，你欠了21万的债务，你不坦诚，这是你的问题。而后来那些问题里面确实有你做的不到的地方、不当的地方，但是还有一部分我就听出来是他情绪所致的。如果我们在一段婚姻当中总是拿孩子出来说事儿，说我没办法，我有孩子了，我只能跟他这么过下去啊，那很多事情是看不清楚的。所以这段关系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做哪些调整，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你们2个是通过相亲软件认识的是吗？对。然后相处半年就嫁了。对。当时你要决定嫁给他的时候，你的父母是同意的吗？不同意，他们不希望我嫁到他们家里去。我爸妈之前知道还有欠债嘛，就不想我过那么辛苦。对。其实所有的我们看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都会发现，很多女性当眼泪快流干的时候，才后悔当初没有听爸爸妈妈的话。对。你现在是不是后悔了？你说实话。是很后悔。如果给你重来的机会，你一定不会嫁给面前的这个男人，对吗？是。但是生命就是这样，我们会做很多的选择。我听前半段的时候和赵晨老师的感受是一样的，我异常的气愤。我觉得站在我面前的这个男人是一个骗子。欠债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的欠债理由合理的话，但是隐瞒债务问题，让一个女人嫁给你，而且其实他并不像你说的那样，你有多喜欢他，有多爱他，没有。你后面的那些表现不是吗？从你的工作单位到医院需要将近4个小时的时间，
她怀孕的时候晚上饿了，不去给她准备吃的，是因为怕对孩子不好。答应要把钱交到她的手上，可是后来又没有，不是一种欺骗吗？有一句话我听到特别刺耳，叫做他是不是有各种高，我没大在意。你作为一个先生，作为人家的老公，你没大在意在产检的时候，那你在意些什么呢？你在整个的婚姻过程当中，2个致命的错误：第一，隐瞒债务问题；第二，对他不够好。这是你最重要的2个问题。其他的问题完全都是因为你的情绪引起的，因为他的欺骗。你现在认为他做什么都是错的，即使他做的是对的，在你心目当中也是错的。即使他跟你说的是真的，你也认为他说的是假的。可能我是有情绪在里面吧。孩子现在几个月？9个月。如果你真的想要面对你们接下来的婚姻，不要拿孩子说事儿，不要说因为孩子所以我没办法，我要继续跟你过。要真正的面对问题，不要面朝过去，背对将来。你懂我的意思吗？懂。就真切切的去面对真正的问题，而不是面对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给到你们的建议就是，你太太现在非常没有安全感，因为钱，所以是不是可以把财政大权真的交到她的手上，用一半去处理你过去的债务，用一半来维系现在的生活，可能对于你们的婚姻家庭当中是一个好的选择和办法，好吗？好的好的。祝你们幸福，谢谢。女孩先不要哭啊。其实现在你们最关键要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调整自己的心态，讨债的和欠债的。男人在婚姻生活当中的失职，才是婚姻不幸的第一大杀手。其实你们的这个事情从一开始听的时候，确实就是愤怒。尤其刚才再一看你们开场那个短片儿，这姑娘一个人用单腿抱着孩子，单手洗碗的时候，我太理解其中的辛酸了。你没有体会过，没有去做过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不会觉得那一个动作有多么让人心疼。对，我一个人照顾孩子，我知道，我理解。包括你可能连安心的上一个厕所都无法做到。对，这样的事情，我们当妈的都这样经历过。但是每当这个时候，就多么希望身边能有一个人帮把手。你从他有了孩子之后，你有没有问过他吃过一顿饱饭或者热饭吗？这个可能开始的时候会问，可能后面会比较少。对。我特别不喜欢你的一点是，不管说他的情绪有多大，他有他的问题，我待会儿说。我特别不喜欢你的一点是什么？所有的问题你全有解释的方法，全部都有你的解释。你欠债，这姑娘什么都没说，跟你继续过日子，这已经是她极大的善良了。但也请你在婚姻生活当中善待她。在她怀孕期间，你不帮手，所有的家务全让她一个人做，产检连最基本的问题，赵晨老师刚才问你妊高妊糖，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不是很清楚。你连最基本的产检要体检做什么都不知道，可想而知你这个丈夫的失职是有多么的大。你知道如果是妊高妊糖，这个孕妇在孕期是有多么的危险吗？一尸两命啊！你不关心，生完孩子之后你只顾自己的辛苦，你说自己陪产累了。有了孩子之后，我也知道你在外面有欠债的压力，要还钱，但是他在家里面的辛苦你根本没办法体会到。我看到台本上写他说要换一下你们2个人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对。然后你说行啊，那你出去工作，我回家带孩子，你把我的债给我还了，这是男人说的话吗？他经常说这种很伤心的话。其次来说，女士，虽然我对他有这么大的愤怒，但是其实我觉得今天所有的委屈，你今天所有的眼泪，都是你自己造成的。首先一开始你就没有把控好自己的人生。对。其次，出现偏差的时候你没有及时止损，
再次，当你进入这段婚姻的时候，你是有怨念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觉得你一个还有欠债的一个男人，我都嫁给你了，你还要让我怎样？如果你一直带着这样的怨念去生活下去的话，生活是看不到希望的，你看不到你们婚姻当中美好的一面，所以你只能陷在这样混沌的日子当中，但你又不自救，因为你每天除了怨、除了念、除了回忆说你对我多么不好这点事儿之外，你没有其他任何的事儿，所以这就是你最大的问题。你如果以一颗悲伤的心来度日的话，日子每天越过越悲哀。如果你调整心态，看到生活当中有好的一面，债务在减少，宝宝健康成长，理解一下他还债的辛苦，彼此互相体谅的话，那这个婚姻生活是可以往好的方向过的，好吗？好的，谢谢老师。谢谢二位。你们的婚姻基础特别不牢靠，成婚之后再告诉你有债务，然后又是对于你极度的不关心等等等等。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所有的一切为什么会沦落在你的头上？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时候，这日子就能过得顺顺当当的。行了，你们俩自己琢磨琢磨吧。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这样哈，就是刚刚也听了，就是4位老师的一个教诲哈，在那个生活当中，就是很多事情哈，我之前都是我自己做错了，确实是没有注意啊，很多事情都是起因在我这里，我也很感谢，就我老婆啊，就给予我这么多的那个包容哈，就是让她这么难过，我也觉得非常的那个伤心啊，因为可能跟我之前的成长啊，或者说经历有关系也好啊，反正我非常抱歉了，真的很对不起。其实我是非常非常爱她的啊，但是啊，我自己不知道怎么表达。好，时间到。你说1000道1万，不如好好对她，对孩子。啊，女生你好好想想，到底这个路应该怎么走，好不好？谢谢2位，请回吧。来，请关门。来吧，看看这对夫妻是怎么选择的，请开门。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相遇。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谢谢。来，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请见证。真的非常抱歉让你受了那个这么多的委屈哈，就在以后的日子里面啊，我希望我们就是能够好好的一直过下去。我愿意给彼此一个机会，但是我也会去改。在梦里